研发速度堪比美俄。土耳其的新型 TFX 隐身战斗机会不会烂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土耳其的首架 TFX 隐身战斗机在跑道上进行了滑行测试。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计划将在今年进行首飞。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那么土耳其的 TFX 战斗机从2010年开始研发到首飞，仅仅使用了13年，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 F-22的研制速度，与俄罗斯的苏57相似。但是美国、中国、俄罗斯都是航空工业实力雄厚的国家，远不是土耳其所能比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土耳其的航空工业凭什么这么有效率？从目前该国公布的这款隐身战机的滑行照片来看， TFX 的原型机看起来成熟度还比较高，在驾驶舱前方的机头顶部有新颖的传感器配置，看上去好像是红外搜索跟踪装置。而机身下方呢，还有一个多用途的光电瞄准系统。在一架滑行测试的原型机上配备如此复杂的光电设备，似乎又是没有必要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先进隐身战机，在测试阶段都不会装类似的光电设备。从该机的外观上看， TFX 没有采用棒式进道，它的进气口看上去与 F-22没什么不同。这个看上去很奇怪，实际上呢并不奇怪，因为土耳其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掌握棒式进气道的设计与加工工艺，因此只能选择相对比较简单的进气口设计。那么如果它的 S 型进气道的设计不到位，那就靠什么去阻挡发动机的压气机叶片呢？如果这项工作做得不好，那么它的隐身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了。从外观上看， TFX 与中国的 FC31非常相似，有人认为它的隐身性能应该也会像 FC31那样非常优秀，这可说不定。因为外观看着像，但是细节决定成败，每一个折角、折边、平行都是要精心计算和测试的，否则非但达不到目标，还有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按照土耳其的说法， TFX 机身采用了高级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并且采用了多折角设计，每个面都带有倾角，以便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但是这很可能是模仿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实际测试的结果，因为土耳其是否有完善的微波暗识以及完善的地面测试装置来测试该机的隐身性能，这恐怕都是很多人表示怀疑的。尽管从外观上看 TFX 与中国的 FC31很相近，但是它的大小却是跟 F-22相似。那么它到底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动机呢？现在看起来其动力系统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的 F1110非常相似，而这款动力装置正好是土耳其组装的 F-16战斗机所配备的发动机。土耳其空军有较多的存货，不太容易在短时间内被卡脖子。从该机的最大起飞重量27吨来判断，它也很可能采用的是2台 F1110发动机，因为美国的 F-15双发战斗机用的就是这种动力装置，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就在27吨左右。由此判断，它的飞行性能大致与美国的 F-15相当，或者稍差一点。但是隐身性能不管它设计的好坏，总要比 F-15强。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土耳其的 TFX 战斗机是一款不折不扣的重型战斗机。该机机长21米，翼展14米，它的飞行速度、升限等指标应该低于美国的 F-22和俄罗斯的苏57。当然，和中国的歼20相比，那就差得更远了。TFX 战斗机的2台发动机之间
距离比较远，从而呢可以安排一个较大的内置弹仓。从它的设计图上看，它采用的是类似于苏57战斗机的弹仓布局，在机腹的中轴线前后串列布置了2个主弹仓，分别可以携带2枚中距空空导弹。在左右发动机舱的侧面还分别布置了一个侧弹舱，这样该机在隐身状态下可以搭载4枚中距空空导弹和2枚近距格斗导弹。最令人惊讶的是，土耳其的 TFX 战斗机还真的搞成了内置弹仓。当然，最后的效果如何可不得而知，因为这是俄罗斯的苏57都玩不好，韩国的 KF-21都玩不了的黑科技。因为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仓的投弹必须经过严格的风洞测试和试飞，否则就没办法使用。俄罗斯的苏57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腹部弹仓投弹的视频公开。有消息说该机无法投掷重量较轻的导弹。俄罗斯拥有一系列成熟可靠的风洞，那么土耳其有完善的风洞设备吗？能设计出符合作战需要的内置弹仓吗？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的。有很多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土耳其的 TFX 有可能研制成功吗？它会不会成为一个烂尾项目？这个还真不好预测。它有可能研制成功，哪怕技术水平差一点，但是由于土耳其缺少在航空工业发展上所必备的一些基础设施以及相应的设计经验，仅仅靠模仿搞出这么一个东西，让它滑行当然是可以的，想飞上天估计问题也不大。但是要想让它在空中进行复杂的机动，并且完成投弹等任务，从而具备完善的空中作战能力，这可就是千难万难的事儿了。要知道，土耳其是一个仅有研制无人机经验的国家，没有研制过超音速战斗机。那么现在直接蹦到第5代隐身战斗机上，这个跨度可大的令人难以想象。土耳其最终能否研制成功这款隐身战斗机？而隐身战斗机真的门槛变得如此之低了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